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盲僧绝活哥的一个也不是盲僧绝活哥了，是一个打野绝活哥今天的专场都是他，因为他的素材确实感觉蛮不错的，所以就搞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盲僧的话就不用大家讲了吧，就基本上 T0.5 吧，也算是 T0 了，反正没盲僧就选其他，有盲僧必抢盲僧。盲僧这个操作能力确实很强。这里找到个机会，但没有 Q 中。那这样的话回来打野拉扯。像盲僧的话，第一件就是做幽梦，然后第二件做那个破盾。第三件的话，如果大顺风可以选择先做冰刃。如果说你的坦度，你觉得你还需要打一些持续伤害，那你可以先做那个死亡之舞。因为现在也是版本末期了，大家看看就行，真就看看就行。因为下个版本，完全会有一些新的符文，还有一些新的那个嘛。像比较适合盲僧的有什么叫做连破的一个符文，就是主动技能命中英雄后会标记目标，接下来2次普攻或主动技能附带20到30的20到35的那个成长的那个伤害，然后5%的额外物理攻击，或者是2.5%的那个额外法术攻击。这对于一些像盲僧，像那个寡妇这些刺客类，然后技能又多的就很猛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红色的那个叫做凌弱，然后就是攻击低于50%血量的敌方英雄，造成额外的一些伤害，就是反正也跟那个连破差不多，但是那对于刺客来说，或者收人头的那种玩法的来说，剑圣或什么的更爽了。这里的话在下路找到个突破手。然后就是那个坚定壁垒，绿色的也有一个就是加双抗的，就5%的护甲和魔抗，然后附近每多一位敌方英雄，那个物抗和魔抗都会增加。这里的话诺手的话确实很超模，但是盲僧更超模。现在螳螂伤害是确实真低，我感觉螳螂的话已经 T2 吧， T1 都上不去。螳螂的话就是他必须得那个进化 Q 好了以后，然后必须得就是5级的时候必须得有那个孤立无援，才能真正打出高伤害，不然的话顶不住的。这里的话回头直接秒，但被换了，完了。对面是回去补了那个装备的，所以这里不该越的。那2个人都送出去，但影响不大。然后蓝色的那个符文的话，也有一个叫做公理秘术，就是你的终极技能造成伤害的时候，治疗伤害，就是你的终极技能伤害、治疗和护盾提升10%，群体伤害的话会降低。每参与击败一名敌方英雄，会使你的终极技能当前剩余的冷却缩短7%。这个的话就偏辅助，但如果说像有一些吃大招的，比如说像铁男是吧？反正
基本上如果说这几件都是刺客，还有一些吃大招的一些战士，就是还是蛮赚的。还有像那个河道迅捷嘛，就是获得的移速提升7%，就是那个在河道才能获得移速的那个符文那个移除掉了，现在是直接就是你选了这个符文就可以获得7%的移速加成，就直接获得移速。你像有一些英雄他移速慢，或者说就是吃移速的，那他对他前期可能他就拉扯的话就更舒服。像诺手的话有可能会出，对吧？差不多就基本上就后面的符文就差不多这样子。这里的话找机会越对面的诺手，骗一下对面的技能，直接踢一脚，然后再 Q， 100%命中率的，这样的 Q 是100%命中率的。还有就是听说在 6.3 版本就是在下一个版本，会增加更多的竞技性，就他们现在放弃了手游归手游，端游跟端游，就是说想要跟端游一起走，就是端游的竞技性确实是会比手游更高嘛，但这样有可能会不会到时候导致时间会变得更长？当然不知道因为手游的数值就在那里摆着。这里对面跑出来回身，直接 Q 收掉人头。像这局的话，确实队友还不错，节奏就是很顺的。就盲僧的话，更多的需要去抓人，因为他单吃纯吃经济并不是很好。这里问一下队友，对面打有没有在打先锋？队友说没打。现在队友现在队友连自己人都骗是吧？对面螳螂交闪了，这样的话就没必要杀，回头抓对面的诺手，但诺手很果断，直接交闪躲 Q。这里发现他的 Q 的命中率确实有点低，对面确实挺能扭的。然后这里把纳什之牙做出来。现在主要有个点，赛季末了，大家玩的就很一般，所以大家的质量其实你说要录的特别好的质量，大家也没那么多充分嘛。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秒来秒去，节奏太快了，就是上分的节奏，对于一些高手来说。但反正盲僧嘛，这个版本就是很超模，大家无脑玩就行。说实话，他的那个伤害。前期5级就一个大招一套下来就是能秒人，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努力无需努力，全是数值。满满的数值，毫无努力与汗水。这里有眼的。估计是对面的螳螂是卖了一手。骗他 Q 过去，那这样的话队友后面就包过来，但这边是吧？绝活哥也很警惕的，这里对面们直接大招就秒掉对面的辅助了。就你像这种大优势，直接接 Q， 就2段 Q 都无所谓。上去Q
Q 二段 Q 上去拍地板 A， 上去以后接先 A， 然后接拍地板再接 A， 然后二技能去躲一下技能，基本上就能秒了。实在不行就大招直接踢，对面就没什么能扛得住的。哦，对面 Q 接 W 再接 Q， 这种的话就是更稳的一种，不让对面跑的机会。对面交闪也没用，因为还挂着 Q 的第一个 Q 的那个音波弓。像盲僧的话，没有太多的小技巧吧。现在手游就是一个手游的2闪是，说实话并不是太需要，不知道下个版本会怎么样的。但现在伤害是完全惯得死人的，完全没必要说踢回来一个人。这里的话，兰博撒大招，龙还是被对面拿下。这里的话，先秒掉对面的辅助 ，W 上来黏住对面射手，秒掉。这里的话，对面不知道在哪，应该回家了，时间是够了的。这里的话，对面掉3个人，直接可以来拿龙的，还有惩戒。对面也不敢来。在蓝 buff 那里漏了视野，像刚刚的话是，如果没人探草的话，你可以 Q 一下，然后 W 拉过去做个视野，再 Q 回来。因为对面掉点了，所以可以这么玩。但如果说人家5个人都在那附近的话，你就不要这样玩，而是用 Q 去探点。如果没 Q 中，这样就没了。但是 Q 中了的话，你就给个视野就行。那种情况就是对面赶下来，你就有视野的情况下，就是有视野的话，就是你能更好的用大招，就是提前性，就是你知道他想下来，所以你可以随时把手指放在大招那里。不知道有没有粉丝或者说观众看过，就是去玩了那个测试服，就6.3版本，下个版本的那种可玩性会怎么样子？其实我反倒觉得，只要你把那个时间线拉长一点，我觉得10-20分钟。对英雄联盟来说，这款游戏其实时间还是太短。你要想想 ，DOTA 都是没有，除非你这边真的很弱，不然的话，没有40分钟到1个小时是很难结束一场比赛的。反倒是我觉得，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在国服吧的那种匹配机制真的很烂，就是傻逼都能上分，而且上的比那些还轻松，有时候就玩得很恼火。这里小送了一手，虽然说对面3路爆了，但问题不大的，因为3路超级兵他们要处理兵线的话是没办法出来吃很难出来吃更多的经济。
对面的发条还是蛮会玩的。这里选择想做一件复活甲，或者说做那个羽毛刀，跟对面自爆。这里 Q 过来秒掉对面螳螂。你看红 buff 直接不对，不是红 buff， 是那个 Q 技能收掉了对面辅助。这里一个 Q 一个人头。像玩盲僧的话，也可以利用 Q 过去的时候可以释放 W 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去骗对面技能，也可以叫什么？去躲对方技能。那行，这局的话就比较轻松的拿下了，欢迎大家收看啦，拜拜。